拆解 LRS 的云台，今天就来拆了，以及拆它的 Y 电机支架跟 Y 电机怎么去分离，这几种情况都会给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。从上往下拆啊，先取下它的这个镜头盖。两侧它都有这个护盖，护盖的话呢，就是其实用风枪稍微加热一下，或者找一把这样的小刀片啊，沿着缝隙铲过去，我就直接拆开。我之前拆过，所以比较松了啊。你们第一次拆的话会比较紧。我先把两边的这个护盖先给它铲掉啊。铲掉之后呢，这一边有一个加重铁块，加重铁块的作用是为了跟这边这个批电机的重量保持一个平衡。我们继续把这个负重铁块给它拆出来。拆出来完之后呢，把螺丝也拆出来，换一把更小的螺丝刀。这里有两个洞，这两个洞呢，其实它是对应的这个相机框上面的两颗螺丝，转到它能看到螺丝的位置，然后去拧底下这个螺丝，再次旋转找到第二颗螺丝。第二颗螺丝也出来了。有些同行呢，他是喜欢把这个掰开啊，这样去拆啊。其实这样拆呢，也不是说不行，但是呢有风险啊，就容易把这个信号线给弄断啊。所以最保险就是我这种方法了。这一边呢也有两颗螺丝，也把它拆掉。这样的话顺利的打开我们的那个镜头盖，取下这个连接相机的排线。取下完之后啊，注意看镜片下面藏有3颗螺丝，通过风枪加热，把这个盖子先吹一下。注意看这里刚好有一个小的卡口，这个位置可以给你撬，但是撬的话呢，你不能太大力，太大力这个玻璃就会碎。拆的时候就一定要加热。OK， 拆开完之后呢，就有3颗螺丝。镜头芯就拆出来了，把信号线呢顺着这个孔啊。顺着轴承的孔把它理出来。一个细节就是注意理这些线、穿这些洞的时候，一定是要顺着出来啊，不能说生拉硬拽啊，这种线很脆弱，没拽2下就会断掉的。接着呢，就是我们的批电机，特别注意这边是重灾区啊，这个位置啊，包括很多同行兄弟啊，在这个位置把排线给弄断，因为这个排线非常的薄，拆装难度还是比较大，所以你拆的时候要小心。本来这个上面是有胶的啊，胶已经被我提前处理掉了，你们的话先要把上面的胶给处理干净，拿把镊子，每个动作都要小心。这里看到没有，它是这样一个结构，然后再去拧螺丝啊，不要先拧螺丝。如果你先拧螺丝的话呢，这个批电机它是活动的，你在拆的过程当中，它一直动来动去，这样排线就很容易断掉。拆掉了，拆掉完之后啊，就是这样子的。你看这个排线位置啊，根部这个位置非常的薄，所以的话呢，很容易断。再接着往下拆，先拆下这个盖子，盖子的话拿个镊子顶它就好了。拿个盖子，拿个镊子顶开啊，就是 OK 的。这个下面就是我们的 R 电机，它的排线接口啊有2侧，两边都有粘胶，用风枪加热的方式把两边的胶，然后再拆出这个支架，信号线接口给它取出来，然后用风枪加热这个外面金属部分就行了啊。好，加热到差不多，然后用这个刀片插入这个缝隙的部分啊，不要插到电路上面去了啊，把它往外挑啊，那看到没有？就这样子，其实下面就是粘住的，看到没有？这边也是一样的道理，先把这个排线理过去啊，先把这一节先理过去，理过去完之后，吹这个外侧金属部分。好，差不多了，跟刚刚一样的操作啊。用刀片插入这个缝隙部分，轻轻的，注意不要顶到电路了啊，顶到电路就报废了。差不多就可以用手给它轻轻的给它拉开。好，就这样子啊，两边都松开了，现在是，然后再去拧这个螺丝啊，3个螺丝把它拧掉。R 电机的2侧排线啊，先给它打直一下啊，就是这样子啊。顺便信号线也从这个孔里面穿过去。这个下支架啊，这是下支架就拆出来了。接下来就是拆下我们这个信号线，信号线的话呢，后面呢一样的有塑料盖子要给它揭开，用风枪先吹啊，别吹得太久，吹久它会变形的。我这个已经是拆过了，所以就不用风枪，直接用刀片顶开就好了。就这样子，这个地方一个盖子再给它拆掉，就是 Y 电机的一个盖子。
用刀片撬就可以了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拆下我们的信号线啊。这个 R 电机啊，这个接口很难出来，或者是要用大力出来，那就采取另外一种方式，先让这个相机的这个接口先出来啊，因为它没有那么宽嘛，它窄一点，就让它先出来穿过去，这样的话那个线就没那么容易被扯断。用一下镊子。用镊子的时候注意啊，不可以大力的往里面顶啊，轻轻的辅助的作用。往下拉啊，这头就出来了。R 电机接口的这个线呢，那这个就容易一点了，就直接尽量不要刮到这个线啊，很容易刮断，所以慢一点。你看，就这样子。这边一样的，如果说比较难过啊，那你就先让这个相机信号线部分先过去，然后再过这个R 电机这个排线，这样会容易一点啊，就会容易很多，就不会拉扯到这个线。然后这个排线呢就很简单，把这个塑料片把它撬开就好了，下面没有胶的，直接撬就好了，直接可以撬开。撬开之后啊，一顶就出来了。这个呢是好的，我就不拿它试了，我拿一些坏的来试一下，随便拿一个过来啊，就要用到一个3个云台拆解工具，外加一把锤子啊。这两头呢一边宽一边窄，能够拆几种不同型号的电机。你看你的是对应的哪一个接口，它是刚好大小合适的。如果大小不对，你就换一下。再看一下这边，好像两边都可以，那就随意选一边吧。然后呢，用这个顶针插入到这个位置，然后这样子。接下来就是锤子往下锤，先要用风枪加热，它底下打的是黑胶，温度适当调高一点，调到200度左右去吹，吹久一点再去吹，反正就对着这个金属吹就行了，吹。OK 啊，如果太大力的话呢，怕你一锤子下去啊，这个排线直接干断啊。OK 啊，看这个电机拆下来，看到没有？可以仔细看一下啊。这个底下是打了黑胶的，这种是工业级的黑胶，它耐高温，所以非常的硬。至于说这个东西怎么往回装，这上面有标记啊，这里一个点凸起的小点，这里还有2个点，一个小点呢对准这个支架这里这个点去装。还有同行兄弟在问我能不能继续再往下拆，可以继续再往下拆，但是呢要说明一点啊，继续往下拆，要么就是保这个上支架，要么就保这个 Y 电机，你继续往下拆的话，2个只能保住1个。好，那我今天就把2种情况都来跟大家来解说一下，怎么去处理。它 Y 电机这个地方裂掉了，可能这个 Y 电机就没什么用。我现在想要保住这个上支架，接下来看我操作，可以先直接拿一个斜口钳啊，反正它已经烂掉了，先把它剪掉，暴力一点没关系。现在目的只是保这个上支架，直接剪，就像我这样子，暴力一点都没事。把它剪掉，就 Y 电机就当它没了啊，不要了，就这样子哈，拆成这个样子，然后再继续去拆，驱动板挡住了，直接给它剪断啊，不要了，这样子跟刚刚一样的操作啊，不用管电机好坏，温度开高一点都无所谓，开到300度都可以，然后就锤吧 ，OK 出来了，保住上支架的一个办法啊。当然也有别的办法，你可以用拉码，方法不止一种啊，只要能够达到目的都是可以的。还有一种呢，就是上支架已经断掉了，但是 Y 电机呢它还是好的。现在是保 Y 电机不保上支架的情况啊，这个断掉我就给它弄断它了，就不管它。上钳子，上这种斜口钳啊，夹的时候只要不夹坏这个 Y 电机啊，怎么夹都可以，随意夹啊，暴力一点都没关系，只要不破坏电机啊，随便你怎么夹。换一把，用这一把看是不是很好夹一点。这一把钳子更给力啊，但是夹的时候有个细节啊，如果把它夹得很碎啊，就尽量是这样子啊，这个渣啊要往下掉到那个电机缝隙里面，可是会卡住的啊，所以这个细节要注意了，尽量就斜着让这个渣就往下掉，把它掉到电机里面去啊，这个细节差不多就要下来了，你看。
下来之后呢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啊，上面还有很多这种凹凸不平的黑胶。这个黑胶呢，你要想办法稍微处理一下啊。这个电机上面稍微掉点漆是没关系的啊，只要不让它变形就可以了。外观完全没关系。可能外观好像比较丑啊，功能呢没有任何影响啊。我目的是修好它，就这样，就按照我的操作是绝对 OK 的。也不是说这个黑胶一定要处理的干干净净的，不是，大概平整就可以了。你的目的是主要是好上这个上支架，大概能套得进去就 OK 了。这里还有一点点不平，给它夹一下就可以了。反正这个东西很灵活的，弄一下，然后再试一下。如果说它好装这个上支架，你就不用再处理这个黑胶了，顺势用手啊转一转。看到没有？轻轻松松套好之后，是不是这样就行了呢？当然不是，这个它底下原先打黑胶的嘛，我们就不用打黑胶，我们随便上点502的胶都可以啊，不要上的太多，差不多就是把那个胶水啊点到这些洞啊这些缝隙的地方就可以了，让它干就可以。就也有人说能够把这个 Y 电机的转子跟定子分离，是可以分离啊，但是我可以说不说100%啊，90%以上的概率。你在分离的过程当中，这个下面的塑料件呢，它就裂开了，就建议大家不要这样去做，顶多就是拆成这样子就是 OK 的。今天我们的拆解就到这里了啊，视频制作不易啊，大家一键3连啊，感谢。